工人关键推开县公安局的大门，他找到陈队长举报一名杀人犯。一听杀人案件，陈队长立刻高度重视，把关键请进办公室。而他举报的杀人犯正是自己最亲的人。他是我妈妈，杀了谁？我爸爸。原来在10年前，关键的父亲在吃完母亲熬的鸡汤后，肚子疼痛难忍，最终医治无效逝世。关键又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陈队长，里面的内容正是主人公是怎么用砒霜毒害自己丈夫的，而小说里的情节跟自己父亲死亡的事件非常像，所以关键才联想到自己的父亲。一听到这里，陈队长站了起来，摸了摸关键的脑袋，看看是不是烧坏了。正巧陈队长遇到紧急情况离开了，临走时还不忘提醒关键：小伙子，你先去趟医院啊。我脑子没病啊。这天，陈队长利用空闲时间找到关键所在工厂的领导，从领导这里了解到关键的为人以及性格，也不像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。陈队长把关键约出来，并提醒他：你要是看完那本书，跟我编故事，那我可就要告你诬告母亲罪。关键开始回忆10年前所发生的事。关键的母亲在家不仅要照顾关键和弟弟妹妹3人，每天还要起早贪黑做豆腐来维持家计。关键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每天放学回到家里，会从墙上摘点烟丝塞进烟杆里，并为母亲点上火，这也是唯一能让他解乏的爱好。而父亲在学校担任校长一职，对儿子关键极其严格，稍有犯错就是一顿毒打。母亲听见惨叫声后破门而入，拼命护住儿子。父亲可不管这些，连同母亲一起虐打，甚至还言语攻击，嫌弃母亲只会打豆腐。挨完打后，母亲还要像保姆一样伺候父亲，这样的生活让母亲从来没有开心过。这天晚上，母亲带着关键赶着马车回家，不小心翻车滚下山坡，正好林场工人刘大贵遇见，将陷入血坑的母子2人救上来。为了感谢救命之恩，父亲摆了一桌酒菜感谢刘大贵。第二天，母亲带着关键在县城卖豆腐，好不容易卖到的钱因为袋子破了个洞，导致关键丢了很多钱，被母亲痛骂一顿。天寒地冻的，母子2人迫不及待地想把豆腐卖完回家，正巧遇上刘大贵，他立即把所有豆腐打包买下，还准备送母子2人回家。看到关键因为丢了钱坐在一旁闷闷不乐，刘大贵会变脸逗他开心，要是换做自己的父亲，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和刘大贵有说有笑，半路上3人在一间草屋前停下来，在屋里烧了些柴火暖身子。看到母亲的脚很冰，刘大贵主动拿衣服包住母亲的脚，2人还相互开起了玩笑，这也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刻。没过多久，学校里正在举行央舞活动，一名男子向父亲说出最近村里传来的闲言碎语，而父亲表面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吹响了唢呐。活动刚结束，就着急赶回家，想要证实一下传言是不是真的。父亲在屋前喊了半天也没见母亲回应，好在父亲进屋后，母亲出现在他身边。我刚才喊你半天，你干啥呢？你不说你晌午不回来吗？干嘛？我自个儿家不许回来。抓奸失败后，父亲又赶回学校去，然而躲在暗处的关键亲眼看见刘大贵从母亲房间出来。关键又回到学校，把母亲和刘大贵的事告诉了父亲。愤怒的父亲回到家里，把母亲毒打一顿，并拽着他让他去把刘大贵找来当面对质。晚上，母亲没能找来刘大贵，父亲穿好衣服亲自去找刘大贵算账。母亲看着3个孩子回家都没吃饭，让父亲吃了饭再去。为了孩子，父亲答应了。可刚吃完饭，父亲疼痛难忍，甚至出现呕吐现象。母亲背着父亲赶往医院，最终确诊为脑炎。治疗1个星期后，父亲病有所好转，母亲煮了一碗鸡汤给他补补身子。刚开始3个孩子都争抢着吃起来，中途母亲又以鸡汤凉了为由拿到厨房里热一下，没想到母亲的这一举动被关键发现。你放了啥？味精呗。当时关键也没在意这味精的事儿。当父亲喝了一口鸡汤后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就把鸡递给小儿子吃，没想到却被母亲打断，接着又把鸡汤端出去全部倒掉。父亲再次剧痛无比，这一次父亲没有那么幸运，死在了送往医院的途中。没多久，母亲就改嫁给刘大贵。关键长大后回想起10年前父亲不明不白的死去，还有母亲在鸡汤里投放的味精，这一幕幕都搅扰着他的心。以当时的条件，家里也不可能吃得上味精，再加上母亲所做的丑事，不得不让关键怀疑自己的母亲就是凶手。陈队长开车把关键送到家里，母亲见儿子回来高兴不已，立刻去给他做最爱吃的豆腐。但是关键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终于说出这次回来的目的。爸爸的死是不是与你有关？你爸死了多少年了？快10年了。都快10年了，你还缠着我不放。爸，我也不想瞒你，我去法院检举你。啥叫检举？就是告你。你告我？凭啥？
西。这一切好像问到母亲的痛处，她开始情绪激动，而母亲却一直没有否认自己杀人，这也是关键伤心之处。第二天，公安将父亲的尸骨挖出来检验，等母亲回来后，公安递给母亲一张化验单，发现父亲不是死于砒霜，证明母亲不是杀人凶手。知道自己诬告母亲后，关键跪下给母亲道歉。至此，母子两人10年的心结终于打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陈队长拿着样本送往省里检验，虽然没有发现砒霜毒素，却发现父亲死于老鼠药。这种毒性低却对人的神经有碍，恰恰符合父亲的死因脑炎。陈队长又在卖老鼠药那里取得刘大贵买毒药的证据。陈队长来到刘大贵家里，将两人逮捕归案。最终，母亲和刘大贵在人证物证齐全的证明下判处死刑。行刑前，关键去送妈妈最后一程，他像小时候一样给她点了烟，但是母亲没有接，母亲也没有怪罪关键。可以看出母亲神情难掩落寞。关键离开前，母亲将在牢里彻夜不眠织好的一件毛衣递给他。关键接过毛衣后却说不出话来，他猛然转身跑了出去，来到监狱外才喘过一口气来。他将毛衣扔到路过的马车上，马车载走了象征母子爱恨交织的毛衣。他实在承受不起这份厚重的母爱，放弃是最好的选择。电影《天国逆子》95年上映，该片根据张成功的报告文学《苦海中的囚徒》改编，整部片子还原了东北那种大气、粗犷、扎实，带着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原始气息。关键上告母亲不是无情和冷血，只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有争议其实是好事，也是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过程。要依法治国，就应该把法理放在第一位，不因亲情而包庇犯罪，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看完视频的朋友，记得评论支持一下。